大家好呀，我是云飞。前段时间我帮国外的粉丝买了红米 Note 13 Pro 加，出视频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了一个贼好玩的点啊。其实13 Pro 加的两亿镜头有着还不错的微距功能，比凑数的那颗微距镜头效果要好上不少。所以我在寄给他之后又整了一台来玩玩，也趁这次机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微距拍摄。这次会用到的手机有小米13 Ultra 加微距镜头，华为的 Mate 60 Pro。红米的 Note 13 Pro 加，一起来看看不同的解决方案拍摄出来的画面会有什么不同。记得点个赞和收藏，我会在后面分享我是如何拍摄这些画面的。这次我选择在室内来为大家拍摄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接触到的东西，来看看微观视角下它们会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第一个场景先来拍摄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水果，这次我是选择了咱们的猕猴桃，来看看我们这个猕猴桃在我们这3部手机的微距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先来看红米 Note 13 Pro 加，它可以拍摄出什么样的照片。之后我们再来看小米13 Ultra 加上微距镜头各个焦段之间的表现。然后就是我们自带微距镜头的华为 Mate 60 Pro。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一颗自带微距镜头的这个原因所在啊！你们看这个效果就知道了。第二个小场景就是我们小时候都会玩的泡泡，泡泡的这个魅力在微观世界下你是真的想象不到它有多好看，真的是太好看太好看了，简直就是可以在这个泡泡里面看到整个宇宙的这个感觉啊！然后这个颜色绚烂多彩，天哪，我建议有微距镜头的小伙伴们都去试一试，真的太妙了。第三个小场景就是妈剑打系列，这个大家在家里不要轻易的尝试啊，不然被你老妈发现了，估计真得打你。那么接下来大家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些简单的泡泡在微距的拍摄下，它可以呈现出什么不一样的风景。笔芯颜料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玩过的大家应该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它会扩散开，而且和别的颜色的这个笔芯它不会立马混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微距来观察这个现象，来看看几种颜料混合在一起会多好看。这边我其实还发现了一个小米手机，它一个小小的问题，待会我后面来跟大家讲。怎么样，手机拍摄的微距是不是让你大开眼界？想不想知道是如何拍摄的？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看我是如何用这3台手机拍摄这些照片的吧。在此之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淘宝双11已经开始，如果大家最近刚好要购买手机，可以上淘宝搜索淘补贴231，或者退出全屏点击评论区的链接进入会场，还有最高99元的红包等你领，全年低价抢先一步，1年1度的狂欢节把握住。那下面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选的几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像今年大家一致好评的性能超强的 Redmi Note 12 Turbo， 到手只要1649元，官方补贴了115元。像最近非常火的小米平板6 Pro， 补贴后只需要2149，真的很值得入手。就连苹果的 AirPods Pro 2也是超值的价格，超强的降噪性能搭配苹果的系统，补贴185元后只需要1498就可以到手，力度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除了数码产品之外，海量零食、百货、好吃、好看、好用、好玩的尖货爆款都在淘宝110补贴双11分享中。大家喜欢的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等原价30的套餐，现在也通通只要10来块。俗话说，该省省，该花花，淘宝补贴我就花。趁着淘宝110补贴双11活动进行中，赶紧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看看有没有需要的产品。除此之外，淘宝110补贴还有专属客服1对1服务，买了就知道，体验嘎嘎香。话不多说，赶紧冲！我现在就来给大家讲一下这3个机型是怎样拍摄到这些水果的画面的。像红米 Note 13 Pro 加，它这个主摄的话，它是有2亿像素嘛。但是你直接使用2亿像素拍，你是拍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你需要使用它这边的4倍，然后它最近对焦距离大概是这么大，应该有10厘米左右。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下拍摄键。它这边拍摄的这个照片
就会具有一定的微距效果。一定要使用默认的这个拍照啊，默认的拍照它有这个 AI 的加成，AI 加持之后它是多帧合成的，所以这个质量看上去其实也还不错。像小米13 Ultra， 它是没有微距功能的，它主摄虽然有5000万，但是它放大之后，它其实没有那个多帧合成嘛，因为它是偏向于相机的一个质感，所以我们需要使用外接的微距镜头。我现在是把这个微距镜头放在了主摄上面，因为主摄它有2档光圈嘛， 1.9 和 f4， 这个时候 f4 小光圈就能凸显出它的优势了。我先用2倍拍一张给大家看啊，那这就是它使用2倍镜头拍摄的一个照片。当然它也有弊端，就是它只能在这个距离里面成像，太近了太远了它都对不上焦，这就是外接微距镜头的一个弊端啊。就是说它只能拍摄到这样的照片，除非我们把它再接到其他的镜头上，比如说我现在把它接到75毫米的镜头上面，而且这个外接镜头就是会比较的麻烦，不容易搞定啊。好，现在是外接了75毫米的镜头，我们切换到3.2倍，可以看到其实它是没有办法进行无渲染合焦的。我们再来拍摄一张。那它就可以更进一步，刚才这个是2倍接的主摄嘛，然后这是75毫米的，就这样一个感觉。但是它也会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中心的画质还可以，但是到了边缘它的这个画质就非常的差了，会有明显的这个锐减。我们现在再接到这个120毫米来看一下，那大家可以看120毫米也是同样的，但是它这个距离会更夸张一些啊，但是因为它这个景深很浅，所以就比较难合焦，就很难对得上。现在是华为 Mate 60 Pro， 它是自带微距镜头的，所以它在这一块会专业的很多。我们直接切换到超级微距，它这个拍摄的光感就会好很多，而且它是没有这个2者的弊端的，并且它这个距离十分的近啊，最近是这么近，这就是猕猴桃的这个表皮和果肉。接下来我来讲一下这个泡泡的拍摄应该需要注意一点什么。就以咱们这个拍这个泡泡的颜色来说，直接是这种裁切的，其实会比较好对焦一点，但是它拍摄出来的照片就没有那么巨。而使用外接镜头，它拍摄这个灵活度会更高一点，它可以拍得更特，也可以拍得更小。所以大家看这些照片，你会发现，其实小米13 Ultra 它拍摄出来的这些照片，其实会比华为 Mate 60 Pro 的稍微更近一点，因为我是使用75毫米拍摄的。但是使用外接镜头它也会有它的弊端，它的弊端就是你比较难对焦，因为你只有那么一点点那个对焦的这个距离，你只有在那个范围内才能正常的合焦。而使用华为 Mate 60 Pro 的话，只要这个泡泡没破，你是可以把它的这个颜色拍摄到的，但是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大概5厘米左右吧，它拍摄出来的照片也很棒，但是不能再进一步了。当然它是里面最轻松的啊，因为它是自带一个微距嘛。猜猜为什么第3个是妈剑打？制作我们第3个这个微距小东西的话，就要用到2个东西，一个是带色素的这个饮料，然后是我们的食用油。其实现在就已经有这种微光的这个感觉了。我先拍一张，因为它会上下分层嘛。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这个溶液要配比好。我这个不算配的特别好的，甚至有点差劲，因为我就只能捕捉到这样的画面。本来我是想要放泡腾片，然后这个下面的液体往上升的，但是没有做到这个效果，就有点可惜。
第4个就是咱们读书时候都会用到的这个笔墨。现在发现啊，就是如果我们使用这个微距，然后拍摄这种超近距离的物体，小米手机它就有一些小问题，就是它曝光不准，色温不准。2台手机都是一样的问题啊！我现在录屏给大家看啊，就按道理来说，我在这么好的一个灯光环境下，它应该不会识别成这种灰蒙蒙的这种颜色，对吧？然后你看这个咱们这一块颜色，它也是比较亮的一个。现在是 Note 13 Pro 加，它也是这样的问题。你看，拍这个它识别到了这个是瓶子，它就非常的亮，但拍这个它就识别不到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它曝光就非常的暗，就有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从上面的照片其实就可以发现，红米 Note 13 Pro 加的裁切确实可以得到非常不错的微距效果，但受限于传感器和镜头的原因，会显得比较吃力。画面是刚刚能看的感觉，而外接微距镜头可以更进一步。不过毕竟不是专门为此而生的东西，不能进行无限远的合焦，只能在小范围里面进行拍摄。但这也是部分没有微距功能的手机拍摄这种微距画面的一种选择。当然，最好的肯定是华为的这个微距，真的是太夸张了，真就显微镜呗。我比你啥时候跟进一下呗？啥时候出一个真正全能的影像旗舰啊？不过讲真的 ，Note 13 Pro 加这个微距效果是真的挺不错的。这个手机在影像方面确实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小全能，买它的人可以多研究研究摄影。硬件方面确实是挺不错的，希望大家可以发挥出手里设备的实力。我是云飞，请务必点赞、投币支持。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